你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是如何被写上烟盒的吗？香烟的危害到底是怎么被发现出来的呢？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讲起。你可能听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词，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，知道德国纳粹意味着什么，知道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所犯下的种种罪行。但你应该不知道，最早的控烟行动是希特勒发起的。他发起了控烟运动的理由，并非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健康，而是他认为香烟会影响德国人的血统。不过在希特勒的这种影响下，也确实有很多德国医生开始研究烟草和健康的关系，而且有不少人因此有了重要的发现。比如有一个医生叫安琪尔洛夫，他虽然不是德国人，但是在德国的刊物上发表了论文。他认定香烟是一系列癌症如口腔癌、咽喉癌、气管癌和肺癌的罪魁祸首。他把从口腔到肺的这个路径叫做吸烟高速公路，而这个高速公路的尽头就是癌症。他还利用兔子做了动物实验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做实验的时候并不是让兔子们去吸烟，而是用烟来熏兔子的耳朵，这样兔子的耳朵里很快就会长出恶性肿瘤来。不过安琪尔洛夫的结论是关于兔子的，毕竟兔子吸烟的方法跟人类的很不一样，所以很多人反驳说你不能把这个结论套到人类身上。转机出现在了一个叫妙勒的人的身上。我们现在对这个人所知很少，但他做出了第一个真正的足以证明吸烟影响人类健康的研究结论。他向90多个死于肺癌的患者的家属发放了问卷，调查死者生前接触各种可能导致肺癌东西的情况。结果发现烟瘾很重的人患上肺癌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17倍。相反，在英国和美国，尤其是美国，抽烟这件事而变得越来越兴盛了，甚至很多女性也加入到了吸烟的队伍当中。不过欧美国家的医生们也没闲着，他们也行动起来，开始用强有力的证据让公众意识到香烟的危害。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美国医学家哈蒙德。这个哈蒙德是个神一般的科学家。哈蒙德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耶鲁大学读的书，但刚考进去的时候学的是物理，学了1年，可能是觉得物理对自己来说有点太容易了吧，他就改学了生物，而后来呢又改学到医学上面了。物理学得好的人数学一般都好，哈蒙德也不例外，所以他在医学研究上最擅长的也还是这个。后来他发动了超过2万名志愿者，对将近20万老年人进行了跟踪监测，定期上门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健康变化。同样是做统计，哈蒙德的这个方法可比上面咱们说的那个妙勒厉害多了。这个厉害不只是说他的统计量更大，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方法。哈蒙德做的这个用术语来说叫前瞻性研究，就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的统计。而妙勒做的那个叫回顾性研究，就是事儿已经发生了，再去回想当时发生了什么。我们对正在发生过的事情总是记得更清楚，所以前瞻性研究肯定要比回顾性的强一些。更重要的是，哈蒙德得到的结论跟妙勒的结论非常的相似，吸烟有害健康，抽烟越多越容易患上癌症。之后美国政府发布了著名的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报告，承认了吸烟有害健康这个结论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标语被要求必须印刷在香烟的包装盒上。虽然当时的警告用语说的还只是香烟可能影响健康，但购买香烟的人已经开始明显变少了。随后美国政府还规定所有的香烟广告都要附带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。